恒说：“是王爷，小人在。周围有人吗？”李恒急忙警惕地环顾四周，回王爷，没人。好，你听好了，一会儿用过早膳就送本王到千瑞院，对外就说本王晒太阳等死，期间不要让任何人进来，若非必要，你也别进来。王爷放心吧，小人一定做好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一墙之隔的昌宁侯府，明媚的阳光透过简陋的小院子的围墙，洒下一片金黄的光芒。慕容朱雀站在小院子中央，静静地欣赏着这一幕的美景，他的心情也随之变得愉悦起来。他之前看上的独立小院子正好空着，他当时就决定就它了。今天早晨见这院子，真是越看越喜欢，简直就是他的本命小院。好遗憾呐。好好的病人，怎么说不活就不想活了呢？他倒不是医者父母心，而是确实想升级空间。他升级空间有2条路，要么治很多的轻病，要么治一些重病，条条大路通罗马。在现代他就直接去急诊科了，每天有数不清的病人，但在古代他不知道去哪儿找病人，只能找一个重症猛薅羊毛，那个尸体就是不错的选择。今天要不要再去碰碰运气？也许尸体昨天不想治，今天就治了。就算依然不肯治，问个路，从那儿绕道出去打探一下这个世界的情况也好。却在此时，慕容朱雀敏锐地听到门外一阵脚步声。少夫人起来了吗？少夫人醒醒！又是李嬷嬷那个老钱婆，还真是贼心不死。行啊，狗洞暂时不钻了。他倒是好奇这些人怎么欺负人，最好让他看见点新鲜的玩意儿，否则他都瞧不起他们。来啦！慕容朱雀打开院门一看，果然来的是和煦院的那些刁奴。奴婢见过少夫人。慕容朱雀挑眉，大清早的来本姑娘这儿干什么？李嬷嬷满是皱纹的老脸上藏着阴险。回少夫人，是这么回事，夫人和世子有令，让奴婢来带少夫人熟悉府内事务。夫人和世子，这话说出来你自己信吗？如果沈夫人真下令，能不派自己的亲信过来？你扭头看看，是不是都是你们和煦院的人？是啊，就是世子下令。奴婢本来想给少夫人留一点颜面，既然少夫人自己不要颜面，那奴婢就不客气了。还硬气起来了，就因为你家世子给你当靠山，他要是有一点能耐，还用使唤你们来，却让你们来当炮灰，真是有出息。众人虽不懂得炮灰是什么，原本奴婢以为少夫人是个聪明人，如今一看也是个糊涂的。今儿没外人，奴婢便打开天窗说亮话。先不说少夫人没有娘家当靠山，即便是有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在夫家地位如何，还是要靠夫君施舍。您这样和世子对着干，就不想想以后？想什么？大不了和离了呗。和离？少夫人想得真美。我西凉国规定，只要夫君不同意和离，便没法和离。退一万步说，就算是世子大发慈悲同意和离，按照律例，您也是要回尚书府的。到时候尚书还不一定给少夫人配个什么样的夫君，有可能是个老光棍。慕容朱雀吓了一跳，少妇不同意离婚，就不能单方面离婚，离婚后一定要回娘家，女子没有自己选择婚配的权利，这是什么狗屁地方？少夫人也别想逃，您现在婚配，户籍是在侯府，和离后户籍会自动回尚书府，没有慕容尚书的同意，您是不能迁走户籍自立门户。如果您这么跑出去没有户籍的话，就是个黑户，到时候不能买房子，不能租房子，也找不到活计。住客栈的话，官府3天2头去查户籍，只要客栈发现您是黑户，便不会愿意做您生意。还有，这是安全的情况，如果一不小心您碰见人贩子，那可就麻烦了。看来之前的决定是对的，这西凉国规矩奇葩得很，不能贸然逃走。不过刁奴的话不能盲信，而是得找地方溜出去，自己打听情况。你们来这里干什么来着？来带少夫人熟悉下府内的情况和事务。府内情况和事务，他好像差不多猜到这刁奴想做什么了。行，开始吧。随后慕容朱雀便随着李嬷嬷等人在侯府转了一圈，走了一圈之后，侯府宅院的地图瞬间在他脑海中形成。之后一众
众人停在了厨房。李嬷嬷眼底带着阴险：少夫人，这里便是侯府的厨房了。全府上到侯爷夫人，下到粗使丫鬟小厮的一日三餐都在这里准备。所谓民以食为天，所以厨房是重中之重。少夫人应该好好熟悉这里。厨房啊，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刚刚还在想去哪儿弄点饭菜当储备粮，没想到转眼就被带到了厨房，这不就送上门来了吗？却在这时，厨房的管事罗厨子急匆匆地跑了出来。小人见过少夫人，少夫人安康。之前只听说少夫人是礼部尚书的私生女，嫁入府不受待见，没想到少夫人容貌这般俊俏。罗管事，世子有令，让少夫人熟悉府内事务，就从厨房开始吧。你去找一些菜，让少夫人摘。让少夫人摘菜？李嬷嬷，这不合适吧？怎么不合适？这可是世子的要求，你是想违逆世子？罗厨子当然不敢违逆世子，虽然侯府是侯爷和夫人说话算，但世子就是个混世魔王，得罪世子的人都被收拾得蓬头垢面，没人敢得罪世子。罗厨子没办法，只能拿出一小撮菜交到少夫人的面前。少夫人辛苦了。就这么点？罗管事，你这是糊弄世子呢？把今天早晨菜农送来的菜都搬过来，让少夫人学学。小胳膊拧不过大腿，最后罗厨子只能去拿了。随后慕容朱雀就开始认认真真的摘菜去了。李嬷嬷正得意着，正要讥讽几句，突然大喊一声：不是，等等，这菜怎么少了大半？当然少了很多。慕容朱雀把最嫩的最好的菜都塞进自己空间了，一边塞一边想：可惜了，没超能力，没隐身术，没法术，无法绕过重重守卫去搬国库，否则塞的可就不单单青菜叶这么简单了。嘿，邪门了！明明刚刚很多菜的。李嬷嬷道：行了行了，别管这个，还有别的菜吗？没了，其他菜丫鬟都摘完了。摘菜完了就应该洗菜了吧？是啊，空间里的菜确实应该洗洗，如果拿回院子洗，还得去打水倒水，但在厨房洗可就方便多了。什么？还让少夫人洗菜？这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少夫人这是学习。好吧。翠儿，你把其他菜也拿出来，让少夫人洗。名叫翠儿的丫鬟也是战战兢兢，从厨房里把刚刚摘好的菜拿了出来。慕容朱雀看见之后眉开眼笑，他摩拳擦掌，准备再薅羊毛。很快菜洗完了，同样的配方，同样的味道，菜是越洗越少。罗厨子来看菜的时候再次惊呆：不是，怎么菜又少了？对呀，难道？眯着眼睛盯着慕容朱雀：少夫人，您不会是藏了菜吧？本少夫人人就在这儿，也没拿筐，也没拿篮子，把菜藏哪儿啊？李嬷嬷眼神闪了闪：少夫人，请随奴婢来。她要亲自检查一下。好啊。随后主仆二人找了个放杂物的房间进去，关好门窗。李嬷嬷冷声道：请少夫人把外裙脱下，让奴婢检查。慕容朱雀二话不说，开始脱外裙。很快裙子脱了，女子只穿着一套礼衣裤。李嬷嬷彻底懵了，原本她以为小贱人在裙子里弄了个什么机关，把菜装在裙子里，但现在裙子都脱了，看得清清楚楚，别说菜了，就是连个菜叶都没有。所以这菜到底哪儿去了呢？怎么样，找到你想找的东西了吗？哎呀，兴师动众让本少夫人进来脱衣服检查，却什么都没找到，好尴尬呢。是不是想找条地缝钻进去呢？李嬷嬷心里那个气呀，本来还不觉得尴尬，被小贱人这么一说，就觉得尴尬了。让少夫人见笑了，奴婢这是为少夫人洗刷冤屈，怎么会尴尬呢？12生肖你是属城墙的，脸皮是真厚。你怎么开个玩笑而已？你这么大岁数了，连个玩笑都开不起？李嬷嬷怎么这么恨？慕容朱雀穿好裙子，随后自顾自地离开了房子。出了房子之后，就见罗管事和几名厨子正在焦急地讨论着什么。慕容朱雀凑了上去：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这是少夫人。为了不浪费，侯府一般需要多少菜就订多少菜，最多余出来一些。但今天的菜莫名其妙少了许多，只怕是不够了。菜不够继续买呀？怎么，偌大的侯府还买不起菜？回少夫人，
不是买不起菜，当然1-2天有出入肯定没问题。如果经常少这么多，对管家和夫人都不好交代。但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马上就到午膳的时间了，现在出去买也来不及了。李嬷嬷吓了一跳，夫人小姐们的菜还够吧？那是够的，下人的菜也能出一些，但出不全。李嬷嬷暗暗松了口气。行，那就先准备夫人小姐们的。说着，眼神又闪过阴险，让少夫人来准备。什么？李嬷嬷可不能这样啊！刚刚你怎么闹腾？我可以卖你面子，但为主子准备膳食可是大事儿，出了什么差错，你能负担得起吗？让少夫人来府里帮忙是世子的命令，也就是说，你们不听世子的。李嬷嬷的想法很简单。要整着贱人，就要编排罪名，闹出的乱子越大，能罚的就越重。一个私生女会烧什么菜啊？到时候菜色不好，夫人小姐们肯定不乐意。到时候大家一起来整着贱人。你们不先问问本少夫人会不会烧菜吗？众人一愣。请问少夫人，您会烧菜吗？会的，但本少夫人烧的菜总是出问题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哼，罗管事，你听见了吗？少夫人会烧菜，世子有令，让少夫人熟悉府内事务，奴婢可劝您别违逆世子。罗管事当然不敢得罪侯府小霸王。但你刚刚也听见了，少夫人说她烧菜会经常出问题。你在旁边盯着，不就不会出问题了？罗管事哑口无言。随后，在罗管事等厨子的陪同帮助之下，慕容朱雀开始烧起菜了，一盘接着一盘，干净又利落，连厨子们都赞不绝口。只是没人看见，每炒一个菜，在放盐的时候，慕容朱雀的左手都有一些白色粉末混着盐一起撒到菜里面，再用铲子搅匀。这白色的粉末是泻药。很快，精致的菜色炒了出来，众人赞不绝口。少夫人，你不会在这菜里做了手脚吧？慕容朱雀也不直接回答他，而是扭头问厨子们：“你们看到本少夫人做手脚了吗？”众人老老实实的回答：“回少夫人，小人没看见。”看见了吧？这就叫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他自己盯着本少夫人烧菜，却问本少夫人做没做手脚，这么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吗？众人虽然不敢当面得罪李嬷嬷，没吭声，但心里是赞同少夫人的，因为今天全城大家都看着，人家少夫人认认真真的摘菜，认认真真洗菜，认认真真烧菜，反倒是这李嬷嬷像个猴蹦子似的，想尽办法的挑刺。可以说，因为今日之事，厨房的人对平易近人的少夫人印象极好，甚至觉得自家的世子配不上少夫人。李嬷嬷气得不行，虽然少夫人无懈可击，但她还是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少夫人，这些菜是给主子们准备的，您也算是我们府的主子，要不然您在这先趁热吃了吧。李嬷嬷今天被人下了降头嘛，怎么这么恶毒？还说少夫人算是侯府的主子，人家少夫人是世子明媒正娶的妻子。慕容朱雀当然知道李嬷嬷是让她试毒，试就是呗，反正她有的是止泻药。去给本少夫人拿个盘子，再来点米饭。是，少夫人。慕容朱雀接了盘子，便每样菜夹了一点放在盘子里，之后便开开心心的吃了起来，还是自己炒的菜对味儿。众人都围观着少夫人吃饭，别说少夫人吃的还很香，姿态虽不像大家闺秀那样斯文优雅、细嚼慢咽，却别有一种干净利落的赏心悦目。众人甚至觉得看少夫人用膳是一种享受。很快，一碗米饭和2盘菜吃得干干净净。吃完了，还有什么？用不用本少夫人去洗碗？现在的菜搞了一堆，但还没碗呢。如果让她洗碗可太好了，她又能顺一些。你们不干活，都在院子里做什么？午膳准备好了吗？饿坏了夫人小姐们，可批紧了你们。原来是莲儿姑娘。莲儿姑娘放心，午膳已经准备好了，还是少夫人亲手准备。李嬷嬷的要求。她这是在解释今日发生的一切与厨房无关。莲儿一愣，这才发现人群中的少夫人，却见少夫人笑眯眯，让她后背发凉。侯府别人不知道，主院的人可太知这邪性的少夫人了。谁见过祠堂青砖被跪碎的？是这么回事，夫人昨天不是心情不好吗？世子为了给夫人出气，今儿特意让我收拾下少夫人。我清早就把少夫人带来干活了，菜是少夫人摘的洗的，午膳也是少夫人做的。我怕少夫人在饭菜里动手脚，刚刚让少夫人把自己烧的菜都吃一遍，所有菜她都吃了，我们都看着呢。少夫人烧菜，这不合规矩啊！
怎么不行？昨天他气了我们夫人，难道白气了？就得让他吃点苦头。你放心把菜送过去吧，夫人念在世子的孝心上，肯定能消气。行吧，如果是那样就太好了。嬷嬷，您可不知道夫人今天心情还不好呢，那就更应该为夫人出出气。很快，慕容朱雀烧的菜就被分了个干净。来，本少夫人继续烧菜，不是还有下人的菜吗？使不得，少夫人您歇歇吧，下人的饭菜还是小人来烧。一旁李嬷嬷不乐意了，罗管事，这可是世子的命令。罗管事憋了一肚子的火，世子想整少夫人，凭什么让他们厨房得罪人？嬷嬷若是听小人一句，就收手吧。过2天如果侯爷回来，听说少夫人屈尊做了下等人活，世子不会怎样，我们当下人的可就倒霉了。被罗管事提醒，李嬷嬷这才想起侯爷昨天可是很偏袒少夫人的，她有些后悔。小贱人告状的本领可强着，如果侯爷回来，小贱人告状怎么办？同一时间，与侯府一墙之隔的瑞王府千瑞院，君北玉等了整整一上午。王爷，这午膳时间到了，您用些午膳吧。好，是，小人这就送王爷到膳堂。去膳堂不用，就在这儿。在这儿用膳呐？这里连个桌子都没有啊。没有就搬一张过来。是，但王爷，您已经晒了1个上午的太阳了，再这么晒下去，只怕身体吃不消啊。撑伞。李恒哭笑不得，一边晒太阳一边撑伞，这太阳晒的还有什么意义？是王爷。李恒便快速去找人搬桌子找遮阳伞去了。人走了，院子里又恢复了宁静。那神奇的女子会来吗？或者昨天根本没什么女子，而是我的黄粱一梦。下午，昌宁侯府，慕容朱雀正在床上休息着，他自己也吃了加了料的菜，否则他烧的菜所有人吃了都泻肚子，唯独他不泻肚子。再蠢的人都能看出马脚，所以要泻大家一起泻。就在慕容朱雀昏昏欲睡的时候，只听见门外一声巨响，院门被人直接踹开。慕容麻雀，你给本世子滚出来！你也泻肚子了？女子抿着苍白的唇，点了点头。世子小心，少夫人她诡计多端，这一上午厨房让她折腾的人仰马翻呢。沈子言下降的火气瞬间又冒了起来。慕容麻雀，你装什么装啊？现在母亲、姨娘和妹妹们都在泻肚子，一定是你干的。我也泻肚子了，不泻可以让大夫来看看。哼，看什么看？你肯定是装的。说，你到底在饭菜里做了什么手脚？如果你不说，今天本世子肯定让你好看。慕容朱雀准备开始飙演技了。我知道我自己出身不好，也不是京城第一美女，你嫌弃我是正常的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做。哼，别装了，老实交代。交代？怎么交代？借口让我熟悉府内事务，实际上暗中使坏，逼着我干活的是你们，让我去厨房的是你们，让我烧菜的也是你们。我一直被动，便是想害人，也没有准备时间呢。更何况当时烧菜之前我就说了，我烧菜经常出问题，当时和虚院的下人都听到，厨房的下人也都听到了。李嬷嬷明知我烧菜会出问题，还逼着我烧，现在出了问题，怎么又怪到我头上了？你们昌宁侯府也太欺负人了。明日回门，我会一五一十的告诉上述。齐嬷嬷被提醒吓了一跳，急忙将世子直接拽出了房门。哎呀，世子不好了，我们忘了明日是3日回门，少夫人如果回去告状怎么办呢？告状就告状，我们侯府怕了他们？这不是怕不怕，确实是理亏。不瞒世子，今天李嬷嬷带头整少夫人，夫人并不知情。如果夫人知情，肯定会拦下来。夫人的意思是，这女子邪性的很，惹不起就尽量躲。过一段时间，如果世子还是不喜欢她，就给她点银子，大方合理。齐嬷嬷说的话落入慕容朱雀的耳中，沈夫人不招惹她了，过一阵子给她银子和离，还有这好事儿？为什么不能现在和离？现在本世子就要和离。世子说的都是气话，这才成亲2天，连回门都还没回呢，怎么就能和离呢？您去京城问问，谁家刚成亲就和离呀？官府的户籍官也不会同意呀。再说了，现在和离了，不说少夫人名声，就说您名声也不会好啊。沈公姬的名声，她有名声吗？其实奴婢认为您没必要再找少夫人麻烦了，她都搬到这儿了，您也看不见她，眼不见为净。实在不行，您就把她当成咱们侯府养的一条狗呗。一条狗？好个齐嬷嬷呀！
你成功引起姑奶奶的注意了。之后，齐嬷嬷又安慰了沈世子几句，确定沈世子放弃了找麻烦的打算，才匆匆的离开。蝼蚁尚且贪生，好好的小怪怎么就不想治病呢？真郁闷。郁闷了一会儿，便钻被窝里睡了，一睡就睡到了傍晚。坠王府千瑞院，王爷，太阳落山了，咱们回去吧。想要晒太阳啊，等明天早上再来啊。躺椅上，羸弱的男子一动不动，形同尸体，脸上的火红伤疤在夜幕中尤其狰狞，好似地狱爬出的恶鬼。君北玉内心深处的失望沉甸甸地压在心头，他迫切希望再次见到那位神秘的女子一面，然而这种期待却只带来了无尽的失落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的失落情绪逐渐蔓延开来，化为一声叹息，如同夜空中无法散去的乌云。算了，回吧。是王爷。翌日，君北玉刚醒，耳边便传来窗外哗啦啦的雨声。本应悦耳的雨声，听在他耳中，竟有一丝讥讽之意。这是天意吗？李恒匆匆赶来。王爷，您醒了？您刚刚说什么？天意？